嗨哟，我是凉凉。请问这系列到底是要拖更多久？我就问。要怪就怪英雄联盟这个粪 game 让我一直起起落落。臣妾的心情很不美丽。由于我更新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为天人了，我本来还预计要教大家怎么转身之类的，没想到转头一个优化，现在连迷宫都不用走了，好 sad， 混时速失败。既然现在转身的任务很简单，我就一样快速跑个流程，然后就可以一边练功一边闲聊，毕竟我就是懒。3月22号改版公告，目前转身除了不用走迷宫外，重量负重需求也只要改到低于500就可以了。所以以后再也不用转个身，好像要脱光光洗门风一样难堪。首先去朱诺前会先经过艾尔帕兰，我自己习惯会先在艾尔帕兰存点，等会用到，然后才会继续传送到朱诺。到朱诺左上角的城堡里，进去后第一个十字路口往上，会看到一个图书馆员，跟他说我们是穷逼，买不起书，可不可以看免钱的人？这时候图书馆员就会要你去找逃跑的魔书，找到的话就可以免费看书。谁能够抗拒免费呀？但听说现在的人都直接流行给120多万，直接财富自由的转身看书。我看你们是不懂哦，身为一个真文青，谈钱就庸俗了，怎么可能要我花100多万看一本破书？台南好媳妇就是蜜。然后和图书馆管理员接完任务后，就可以直接蝴蝶翅膀回到刚刚存点的艾尔帕兰。通常逃脱的魔术会在朱诺周遭附近的地图出没，每张地图就只有1只，所以通常我的策略都是去艾尔帕兰上面的地图，然后左上方偏下面的传点进去找魔书，因为那张地图非常的小，找起来的效率比较好。但其实艾尔帕兰上方的地图本身就有飞行魔术了，所以大家在飞的时候不要眼睛只有看到传点，一边飞就可以一边张开眼睛找了。有的时候明明魔术就在旁边还没有注意到，就尴尬咯。打完就可以回去朱诺，但是先别急着找图书馆管理员回报任务，请先到卡普拉把东西都丢进仓库。虽然说限制已经从负重0改到500即可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钱技能点都一样，还是要归零和点完才可以。钱可以存进银行里，或者是汇到以下的户头。如果条件没有达到的话，就会被传送出来哦。放完东西和管理员回报完之后，就可以往上走去看书。点2次之后，就可以直接传送到巴哈拉的神殿，就不用走以前的迷宫了。还顺带一提，未来转身2转的地方就是在神殿找相对应的 NPC 来转职，不要再傻傻的跑回原本2转的地方喽。走到底和巴基利说话，这样就可以顺利转身了。转身之后，大家就要比较谨慎的看待自己的技能配点，也要开始想一下未来要走的流派，就像是第1集提到的一样，除非未来又有修改技能，不然重置都要花很多的钱。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预计要玩的流派以及相关的配点。目前我的咒术前期是预计走属性漩涡的流派，这流派很少见，但是因为它的特效很浮夸，很适合我，赞赞。下一集会再和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玩。至于4转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思路要评估，这集应该是没空和大家解释。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使用技能模拟器来配点，因为真的太多人喜欢一边练功一边点技能，然后一个手歪点错。更重要的是一定要从后面的职业点回来，因为太多技能有神秘的前置点，就算你前面的配点配得再美好，如果少点前置也是白搭。但是技能模拟器会自动帮你把前置点好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漏掉。现阶段4转就会有我们第2集提到的技能数区分流派的问题产生，所以配点和配装本身的联动会更明显一点，要好好的研究跟思考哦。请大家先帮我忽略一下4转的配点，虽然大方向已定，不过目前那还只是暂定而已。虽然配点是从4转回头点到1转，不过今天我还是会先和大家从1转开始介绍每个阶段比较重要的技能。首先是1转，1转的技能最重要的就是火焰之臂还有暗之障壁，其他技能就全都是因为前置点而点的。这2招可以让咒术们可以顺利度过一些比较鸡巴的时期，譬如说幻海以及幻森，多多少少都会需要火焰之臂还有暗之障壁来协助。至于攻击型技能，大部分未来都用不太到，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依照你们身上的装备来决定火箭术、冰箭术、火球术要不要点满，因为火箭术、冰箭术分别有炙焰魔、小雪兽可以大量增伤，火球术则是有火焰秃鹰可以增伤。若是在装备金钱上比较充裕，练功又比较喜欢追求舒适感的人，就可以额外准备这几样装备来度过3转前的日子。火球术是目前最泛用的小号练功神技，因为火球术是范围，属性上在前期的地图也都很吃香。再搭配先前端午节活动的肉粽套的话，
不管是几等或是任何职业，都可以使用火球术来练功。价格的话，不论伺服器，应该都是火焰突一的价格远高于炙焰魔，高于小雪兽才对。不过对我来说，目前 RO 的经验需求大幅下降，好像根本不太需要额外花这些钱买装，应该也可以安然的度过。大家就可以自己评估自己有没有需求去买这些高级装。不过我自己其实偶尔只会使用7等的圣灵召唤输出，因为前面的卡片还有装备我都买不起，而且搭配先前介绍过的2号女妖卡片的话，伤害还是可以的，所以我就决定直接氪加到底。火焰之臂之前介绍过了，暗之照臂倒是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就是消耗1颗蓝色魔力矿石，可以在脚下形成一个抵挡近距离物理攻击的结界。本身结界也有耐久度和受攻击次数的限制，不过因为暗之杖臂只有1格的范围，所以大家可能要好好练习怎么精准的放在自己脚下比较重要。要注意的是，暗之杖臂没有办法和主教的光之杖臂共存，只有妖术师的精灵结界可以强制生成光暗臂在同一格上。只要是光之杖臂3×3格内，都无法成功施展暗之杖臂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干扰会放光之杖臂的 BOSS。我们可以在 BOSS 旁边放暗之杖臂来达到这个效果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暗之杖臂是放在怪物的脚下，那也会保护到怪物本身哦。所以利用这个技巧，一定要注意不要成功的放在 BOSS 的脚下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的暗之杖臂都无法精准的放在自己的脚下，偏偏怪物脚下的暗之杖臂就放得很精准。我怀疑你们正在技巧性的击败我哦。再来介绍二转。二转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泥沼地、吸魂术、魔力征服还有重力原野，其余则是前置点和我自己想玩的技能，像是双动之术还有冰刃之墙。首先介绍泥沼地，泥沼地是一个定点制造范围缓速的泥沼，只要有怪物经过就会造成缓速还有 AGI、DX 下降50%，最多下降50点的效果。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只要怪物有经过泥沼地，就算它走出去了范围，也一样持续有缓速的效果，直到它踩到的那个泥沼消失为止。所以大家不需要怪物一跑出泥沼的范围，就马上又一直补，因为效果也不会叠加。和火焰之臂一样，同时间最多只能存在3个泥沼地，所以适时着扣着一个泥沼地来防止突然冒出来的怪物会好一点。而且对 BOSS 阶级也有用，因此咒术到了4转，这招使用的频率也会很高。曾经有一派的说法是说，泥沼地不要点太高，因为点高并不会增加缓速的程度，反而会因为持续的时间太久，导致后续释放泥沼地的灵活性下降。但我个人觉得还是点满会比较好，因为现阶段的练功模式比较偏向开启无双模式，看到怪就疯狂的消灭，其实牵制技能上反而用不太到，所以实际上会用到泥沼地的场合，就是咒术们吃王的时候会用的比较频繁。但是根据泥沼地的特性，只要王踩到1次，只要那一块泥沼地没有消失的话，王就会持续的缓速。反而泥沼地持续的时间太短的话，你可能都还没有开始输出，王就会因为泥沼地消失又开始手刀式冲刺。因此我觉得让泥沼地持续时间拉长，会让大家比较有宽裕的时间拖着王跑。不过如果是在打城战的话，泥沼地主要的功能就是会拿来大范围消除加速术，还有双手剑加速、长矛加速术等加速效果。因为玩家只要走出泥沼地就没有缓速效果了，走出范围后又可以重新释放加速类的技能，这样的场合可能点1的泛用性就会高很多，毕竟战场上的灵活度会比较重要。再来介绍吸魂术，吸魂术主要是单体魔法击杀怪物后，可以自动吸取根据对方等级的 SP 量，但目前主要是用来搭配咒术石披肩、超魔导石头中，来达到固定咏唱减 0.5 秒的效果。不然对某些大佬而言，吸魂术的举手动作反而是干扰施法顺畅的阻碍之一，甚至也有发展出压手的技巧来直接强制中断吸魂术的应用。不过目前4转几乎都是范围的技能，这个技巧也许以后就又要没落了。再来介绍魔力征服，魔力征服是近期咒术改版优化的重点之一，可以强化自身 MATK 加50%，持续60秒。以前的魔力征服只有针对释放魔力征服后的第1个技能，现在改为持续性效果后，实用性大幅提升。除了增加 MATK 之外，一样可以搭配咒术2披肩石、超魔导石2头中来减少 0.5 秒的固定咏唱。再来是重力原野，重力原野我自己是没有点，虽然有很多人推荐这一招，不过我自己个人没有很喜欢。目前重力原野虽然伤害很高，不过它咏唱时间以及释放范围也是对新手没有到非常的友善。通常要成功释放重力原野的前提，就是你的火枪和暗臂要放得够精准，不然对新手而言，释放重力原野的施咒环境会很差。所以我自己是推荐新手，还不如乖乖的用火球术，或者是上一集打周末的那种方式即可。
不需要为了追求秒杀怪物，然后和自己的代代过不去。甚至装备好一咪咪的话，不用重力原野也可以一发把招梦副本的怪物杀爆。当然，除非你技术高超的话，就另当别论。如果未来是要玩毁灭彗星流派的咒术的话，倒是可以点来搭配超魔导石2头中来增加10%的无属性魔法伤害。双动之术和冰刃之墙、暴风雪等等其他技能的应用，会在之后的集数介绍。3转后面的部分，因为开始比较牵涉到实战分析的应用，我想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，所以也一起放到下一集再说。那么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永春维里安和台南李云迪第一次的登台演出，欢迎各位打赏小星星和玛莎拉蒂哦。支持我，谢谢。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到底要什么姿态，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，为了你上山下海，为了你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。为了你不敢懈怠，再累也伪装起来，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错怪你真正要的爱。这个桥段是不是很硬要啊？好爽哦！今天的上课内容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